曾震惊全市的虐童拐卖案真凶许秀莲，伏法入狱10年，已于3日前在狱中自缢身亡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该案当年的受害者齐小婉，竟执意为许秀莲下葬。现在，请跟随本台记者一同前往现场了解情况。自己也是被拐的小孩，你这样做对得起死在他手里的孩子们吗？这个广场就是许秀莲拐卖案的犯罪场所，你还有脸带他过来？下地狱去吧你！去死！20年前，我被许秀莲拐卖，在她手里受尽非人的折磨，9死1生才侥幸活下来。我知道她是恶魔，但是今天我必须要送她下葬安生。这个怪事多了，竟然还有原告给被告办葬。因为我知道，等我让许秀莲入土为安后，所有人都会原谅我。妈的，他这是把人贩子当亲妈祭拜啊！凭什么？他许秀莲凭什么？我就说他跟人贩子是一伙的，退！我就说嘛，老窝里怎么可能养出来兔崽子？我要求把他抓回去重审，重审，重审！齐秀婉，当年我们在法庭上一起举证许秀莲那段诉讼词，你有胆再说一遍吗？周大哥，我别叫我周大哥，来重复一遍。我举证，以许秀莲为主的犯罪团伙涉嫌拐卖儿童135起，虐待儿童致死36名，虐残儿童人数高达99名。作案手法分别有喂哑药、断手、刺瞎。你他妈的畜生！我可怜的孩子，我他妈找了他9年，9年！我连个尸骨都没有见到，凭什么他许秀莲能有一捧骨灰留在人间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他妈真该死啊！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该判刑！我呸！我去你妈的！这135个孩子都是你惺惺相惜的伙伴，你怎么忍心这么做？周大哥，今天这场葬礼我非办不可。好，我伪装卧底，整整潜伏了10个月，才把你们救出来。抓住许秀莲是我这一生中最自豪的事。你现在就是在打我的脸。我宣布，从此退出新闻界，永不复出。畜生！你就是畜生！你这样做，你和许秀莲又有什么区别？我女儿也是受害者，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她？妈妈，当年没有一个孩子敢出来举证许秀莲，是我女儿站出来指证她。没有我女儿的举证，她现在还在人间作恶多端。那他更不该出现在这里，为许秀莲这个万恶的罪人举办葬礼啊！小婉，3天前你还从噩梦中哭醒，说要亲手杀了许秀莲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你执意这样做？许秀莲已经死了，你乖乖的跟妈妈回家好不好？妈妈，
你就让我把葬礼给办完。你知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看你？他们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啊！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回去。纪晓婉，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立刻跟我回家，要么我们断绝母女关系。妈妈，你不要这样为难我。选吧。小婉，妈妈，对不起。如果还有下辈子，我还做您的女儿，给您尽孝。好啊，好！没良心的狗东西，为了个死人贩子，连亲妈都不认了！人贩子被千刀万剐都不够，你还敢护着他？你就是有天下父母归敌！这辈子我没保护好你，是我欠你的。下辈子，我们也别续母女缘了。妈妈，原谅我的不孝，但是这件事情我必须去做。给人贩子下跪叩拜，你把你爹妈祖宗的脸都丢尽了，你还算个人吗？你跟你妈磕头都没这么用心，那个人贩子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小婉姐姐，小婉姐姐，他们为什么都在骂你？小满，因为小婉姐姐在做一件坏事。胡说！小婉姐姐才不会做坏事，小婉姐姐对我们那么好，我的命都是小婉姐姐救的，小婉姐姐才不是坏人呢。小婉姐姐，难道你没有告诉他们那个秘密吗？小婉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徐小婉当年救了那么多孩子，按理说她确实不该是那种丧尽天良的人呢。假如这个小女孩没有遇见小婉，那她早死在许秀莲的手里了。当年戚小婉出庭指证许秀莲，遭受了那么大的威胁，她都没有退缩，难道她真的是有什么苦衷？小婉，当年要不是你抱着楠楠跑出来，她眼瞎又瘸腿，恐怕早就……是啊，你好不容易才把许秀莲送进监狱，你也不希望她死后安生吧？对不起，你是楠楠的救命恩人，但是这场葬礼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我的楠楠，她才6岁啊，她的眼睛，她得有多疼啊！如果我接受了这场葬礼，我怎么对得起我女儿受的苦啊！我不管，
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要举办这场葬礼。都这样了，还想给那个死人贩子办葬礼？我看之前的那些救人取证，全都是他演出来的，鬼话连篇的，什么狗屁苦衷，全都是借口。这七小婉居然把许秀莲葬在这儿，这可是全市最尊贵的墓园。他许秀莲这个畜生，凭什么能埋在这么好的地方？凭什么？妈的，连墓碑都准备好了！看来这贱人，他早有准备，他把我们都骗了。这些年挣的每一分钱，我都用来换了这块墓穴。我只求他能在此长眠安息。让开！奚小婉，凭什么跟许秀莲下葬？我4岁的儿子就是死在许秀莲手里。这个畜生把他丢进了柴火堆里，活活烧成了焦炭。我可怜的孩子连一具完整的尸首都没有，他许秀莲凭什么安生下葬？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，我绝不允许他在下面再见到这个恶魔。我儿子不想见他，我的星星会害怕，星星不怕，星星不怕。今天你要是敢给他下葬，我就让这里所有人一起陪我儿子下葬！别过来，你们别过来！都这样了，这个贱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他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我早看出来他不是什么受害者，他就是披着人皮的帮凶啊！没有哪个受害者会一直护着恶贯满盈的加害者。冷血成这样，我看他跟许秀莲就是一伙的。不是的，我和许秀莲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。许秀莲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恶魔。小贱蹄子，居然敢偷东西！让你偷吃，让你偷吃！被拐的7年，如同炼狱一般，老天鞭打、喂养、斩首、刺瞎，这些酷刑全部都是家常便饭。在这座魔窟里，每天都有新的孩子被掳进来，又有不同的孩子无声无息的消失。正因为有那么多冤死的孩子在天上看着，所以这场葬礼我必须要完成，哪怕被千夫所指也在所不惜。时间不早了，住手！住手！我儿子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你要是敢给他下葬，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！你个疯子，赶紧停下来！你到底图什么？宁死也要护着这个人贩子！许秀莲是你祖宗吗？丧心病狂！你为了这个恶魔，你连廉耻和人命都不顾了吗？爸爸，可以把我带到小婉姐姐那儿去吗？小婉姐姐，你把秘密告诉大家吧，他们不会怪你的。我答应过他，一定会守住秘密。去死吧！星星，妈妈来找你。黑黑的天空，低垂，亮
亮的繁星小碎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才是年谁？这是我给你星星叫的儿歌。星星是我们之中最乖的孩子，他刚被抓来的时候，总在哼唱这首歌。他说，这首歌是他妈妈教给他的。你在思念谁？吵死了！再敢发出一声，我弄死你们！谁让他在说话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了星星！我现在给你讨钱，我可以给你讨很多钱。你滚！对不起，我的星星，我没有把他救回来。我的星星，徐秀莲，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让你伤害到任何人。我儿子被烧死的时候，你就在跟前站着看着，你怎么可能下心给这个畜生下葬啊？当年你拼了命要把许秀莲送进监狱，现在你为什么非要护着她？你有什么苦衷你就说清楚，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吗？对啊，你说呀！你终于可以安息了。死人贩子不配入土安息，你说不出个原因来，你和他就是一伙的，你们两个丧尽天良的东西都该死！许秀莲害死多少孩子，毁了多少家庭，我们绝不允许这个恶魔安息，我们更不允许你这个帮凶逍遥法外！你现在护着这个畜生，你对得起那些冤死的孩子吗？我刚刚就说过，你要真敢下葬，我就送你这个苟活的贱人下去见人贩子！你还想打我们吗？有本事你来啊！走开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一起上！上！你们不是想知道原因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们。你诓我们呢？这死人贩子的墓碑里能有什么答案？我看他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。还跟他废话什么？大家直接上！打死他！徐秀啊，你想干什么？许秀莲还活着。他在说什么？许秀莲她怎么了？许秀莲根本没死。没死？怎么可能？没死？这没死的是谁？怎么可能啊？你疯了吗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不可能！许秀莲要是没死，那这里死的是谁？你的意思是，真正的许秀莲她还在逍遥法外？他现在在哪儿？你快说啊！你快说！她在哪儿？说呀！他现在就在你们中间。就在你们中间！什么？不可能！许秀莲怎么可能会在这儿？不可能！就是，我们只要一报警，警察立马就会过来。许秀莲她是个亡命之徒，她不是明摆着自投罗网吗？许秀莲是我当年亲手抓的，你现在说这个，我抓错了人是吗？不是的，周大哥。小婉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许秀莲身为贩卖团伙的头目，生性多疑又自负，她一定会亲眼来确认这场葬礼的真假。我今天做的所有事，
就是为了把他引出来。看他的样子，不像是在说谎。他今天行为这么反常，该不会许秀莲真的没死吧？是啊，大家不要被他骗了，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。许秀莲已经死了，是他亲手下的葬，难道大家都忘了吗？他现在说这种话，就是想转移注意力，就是想让我们忘了他刚刚给人贩子磕头谢恩的那副下贱样子。我当年就在法庭上，许秀莲的罪行是法院开庭宣判的，绝不可能有假。没错，我是亲眼看着她被押进监狱的。许秀莲还活着，太离谱了，糊弄谁呢？为了洗白自己，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，你还不赶紧滚下来！贱人！你个贱人！你敢咬我！让你咬！让你咬！让你咬！我让你咬！许秀莲，你终于出现了！许秀莲，你终于出现了！你胡说什么？什么？他就是许秀莲？不可能！我见过许秀莲这个人，她不长这样，这根本就是两个人啊！齐小婉疯了吧？想转移视线也不知道编点像样的，真当我们都是瞎的？小婉，当年你去法庭指认许秀莲，妈妈就坐在许秀莲面前，你看看清楚，她怎么会是许秀莲呢？许秀莲害死了我儿子，他化成灰我都认识，这个人根本不是许秀莲。不，她不是许秀莲。你凭什么说我是许秀莲？证据呢？要是拿不出证据，你就是栽赃，就是污蔑。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10几年，许秀莲的样子或许会发生一些改变，但是她的骨相轮廓是不会变的。许秀莲是我亲手抓的，她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。这个人不是许秀莲。那如果她整容了呢？整容？如果她早就换了一张皮，你们能认得出来吗？对啊，她要真整容了，我们哪还认得出来啊？大家不要被他骗了，我是受害者家属，怎么可能是许秀莲呢？对了，周大哥，许秀莲虎口处有一个咬痕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初我在你们乞讨的街巷卧底的时候，是有好多天没看到你。后来有好几个孩子跑过来跟我说，你为了护着他们，咬伤了许秀莲。还差点被许秀莲打了个半死，差点没挺过来。闭嘴！你这个死人贩子帮凶，少在这妖言惑众！放手！你放手！大家快看，你就是许秀莲，你就是整容后的许秀莲。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抓到许秀莲了？我手上也有这个咬痕，难道说我也是许秀莲？还在这胡说八道！你给许秀莲那个恶魔下葬，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。现在你居然倒打一耙，凭一个咬痕就往我这个受害者家属头上泼脏水，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畜生，简直恶毒至极！是啊，就凭一个咬痕就断定他是许秀莲，这也太牵强了。你看他手上也有咬痕啊！照这么说，只要有咬痕，谁就是许秀莲？这不胡扯吗？对呀，就是在胡扯，哪有这样胡说八道的啊？这简直是骗我们！还想骗我们骗多久啊？我的孩子就是惨死在许秀莲的魔爪下，现在这个贱人竟然污蔑我是许秀莲，天理何在？公道何在啊？你个人贩子帮凶，为了洗白自己，你连受害者家属你都敢污蔑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就凭一个咬痕你就想定人罪？我看他8成是想找个替罪羔羊给自己脱罪。赶紧给我下来吧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先是给人贩子送下葬，然后又编造什么许秀莲还活着的鬼话，最后竟然污蔑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是许秀莲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我看分明就是你设下的圈套，为的就是掩盖你和许秀莲之间的关系。没错，许秀莲的葬礼就是他安排的，他和那人贩子是一伙的。什么许秀莲没死，说的跟真的一样，他怕是失心疯了，在耍我们玩呢。如果真按照你说的，许秀莲压根没死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这里面葬的是谁？快说，到底是谁？快说，快说，到底是谁？快说，
葬的是？说不出来了吧？你竟然能做出来为许修莲下葬的事儿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你都是他的帮凶，是同谋。况且我有证据，我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贱人和许修莲是一伙的。难道是齐小婉和许秀莲的录音？你给我放出来给大家听听。如果证据确凿，这个贱人今天别想活着离开这儿。我帮你把小满抓回来。这什么？怎么会？我们一直把你当做楠楠的救命恩人，原来这些都是假的。你才是真正要害楠楠的人啊！我不是的，小婉姐姐她没有。小满，别说了。亏得小满这么信任你，你居然和许秀莲狼狈为奸！你不是人，你是畜生！妈的，这贱人果然和许秀莲是一伙的！死！老子这就送他下去和那个贱人团聚！小满他看不见，他不可能会逃跑的。我帮你把小满抓回来，求求你不要伤害他。这是我跟许秀莲的对话，这段录音只有许秀莲会有，他们的虎口处都有和许秀莲一模一样的咬痕，又都能拿出录音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这录音恰恰是说明你们两个中间肯定有一个是许秀莲。你简直是疯了！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你却还要在这里颠倒黑白。给许秀莲下葬的是你，造谣生事的也是你，你才是最大的恶人。没错，这个贱人和许秀莲一样，都是祸害人的畜生。当初看他大义凛然，指着许秀莲，还以为他是个好人，结果他俩全是主谋，合起伙来把我们骗得团团转呢。还跟他废话什么？大家直接动手！动手！对，动手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当年我们一起在法院举证许秀莲的证词证据都是假的，是吗？从始至终你都在骗我，骗所有人。回答我！我没有。这录音肯定有问题，他们两个中间肯定有一个人是许秀莲。够了！妈妈以为你今天做这些混账事，只是当初创伤太重，一时糊涂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执迷不悟，还想着狡辩。不是的，妈，这个录音只有许秀莲会有。那你就是承认这录音里面说的是真的了？否则你凭什么认为这个录音只有许秀莲会有？还是说这录音里面的话就是你对着许秀莲说的？我也是受害者家属，我的孩子也是被许秀莲活活折磨死的。我跟许秀莲不共戴天。这段录音是我从私家侦探那里弄来的，为的就是戳穿齐小婉这个人贩子同伙的真面目。况且他刚自己也说了，这段录音就是他对许秀莲说的。在场的哪一个人和许秀莲不是仇人？许秀莲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，而这个贱人却在这里大张旗鼓地为他下葬，现在铁证如山，大家千万不要放过他。真是贼喊捉贼！到底谁才是许秀莲的走狗？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啊！你跟人贩子为伍，你这个血气心肠的畜生，你不得好死！录音都已经在这儿了，咱们还跟他废话什么？报警，把他抓起来，判死刑！把他抓起来，把他抓起来，抓起来，判死刑！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判死刑！我现在就报警！是谁报的警？是谁报的警？我报的警，我报的警！警察同志，就是他，是人贩子，你快把他抓起来！既然你们两个都说自己不是许秀莲，那警察来了，你们敢不敢验指纹？验指纹好啊，就是验指纹。你们敢验不敢验？验指纹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胡搅蛮缠？齐小婉，你恶不恶心？就是。警察抓了，检察官判了，人也埋了，你拿我们当傻子吗？验指纹意味着重启司法程序，一旦不是你说的这种结果，你将面临着妨碍司法、诬告他人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我愿意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，你们敢吗？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那死的那个会是谁呢？小婉，你没问题，验个指纹而已，有什么不敢的？小婉姐姐千万不能送坏人跑了。
麻烦了。我们这里有许秀莲的指纹备案，只要你们积极配合，马上就能出结果。这个人这么自信，应该不会是许秀莲吧？马上又是这个贱人的捏造事实，我们就不应该相信他的鬼话。如果许秀莲要真的还活着，那当时在法庭上的那个人又是谁？就是，难道还真有人好心替一个死人犯坐牢，还一坐坐10年？是啊，谁又愿意坐牢呢？小婉姐姐，小满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亲手把许秀莲抓回来，绝不会让她白白牺牲。什么时候出警？警察同志，结果出来了没有？他的指纹和许秀莲的对上了没？不能吧？到底会怎么样？对上没有啊？比对失败。不是许秀莲吗？这个畜生又在说啥？大家都听到了吧？他从头到尾都是胡说八道，凭一个破咬痕就想栽赃陷害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真是瞎了眼了，居然差点被你这个贱妇给诓骗了！什么咬痕？什么许秀莲还活着？这分明都是你自导自演的戏，把我们这些受害者都骗了！诬告！你这就是诬告！警察同志，你快把这个贱人抓起来！还有他还没验。我？你确定要让我也验？话说好了，如果结果出来我不是许秀莲，那你可就是罪证确凿的人贩子帮凶。对啊，他就是帮凶，怎么可能是呢？没错，要是这2个人都不是许秀莲，那就说明齐小婉这个贱人一直在说谎。赶紧验，我倒要看看，等结果出来，他还有什么屁话好说？验，现在就验！不会错的，她就是许秀莲。比对失败。这怎么会？我就说吧，肯定不是。验证指纹可是你提出来的，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看他就是想拿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当靶子，来掩盖他自己的罪行。这下我看你还怎么抵赖！丧尽天良的东西，我看你才是许秀莲吧！这种人就应该千刀万剐，我今天我非要弄死他不可！这怎么可能？许秀莲一定在这中间，到底是哪一个？是哪一个？许秀莲，你才是真正的许秀莲！该死的人贩子帮凶，我打死你！你个该死的人贩子，现在就为我残杀孩子报仇！打死他！打死你这个帮凶，为我们的孩子报仇！小婉姐姐是好人，你们不许打她。丹丹，他不是好人，我每次都被他骗了。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所有人后退！有什么事交给警方处理。跟我们走一趟。许秀莲，你这个疯子！许秀莲，你跑不了了！哼，就凭你啊！这唱的又是哪出戏？
齐小婉这疯狗真是逮谁要谁！徐秀莲，这男的是徐秀莲？难道这个齐小婉被打傻了吗？他连男女都分不清楚了，把我们当傻子糊弄吗？一会儿说许秀莲整容了，一会儿又说这个男的是许秀莲。哼，我看呐，这个丧良心的贱货又拿我们当傻子糊弄呢。就是。你还是跟10年前一样的蠢。拜拜。许秀莲，去死吧！你敢杀我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疯子，疯子！这齐小婉真是疯了，敢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杀人！看他这凶神恶煞的样子，简直跟徐秀莲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还敢说他不是帮凶？赶紧上去帮忙呀！难道要看着他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闹出来人命吗？贱人，去死吧！早知道当初我就应该夹死你。现在你没机会了。救命啊！住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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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松下来！这儿！住手！我弄死你！我住手！这位先生，麻烦你冷静一点。他当众杀人，你们是警察，难道你们就不管吗？齐小婉，你涉嫌寻衅滋事，请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对，就该这样，把这个齐小婉带回去好好调查，看他还怎么嘴硬狡辩。就是，顺便查一下大哥许秀莲是一伙的事儿，早点把他送下去，和许秀莲团聚。真是大快人心呐！总算把这个祸害给收拾了。作为当事人，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吗？走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你以为去了警察局就能确定我的身份？你可以改变你的性别，要么甚至抹掉你的指纹，但是 DNA 和血液是改变不了的。等到了警察局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许秀莲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走！小婉，太好了，他终于被抓走了，我的孩子可以瞑目了。这种丧尽天良的贱人，早该判死刑了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老天有眼呐，总算等到这一天了，不会再让这些死人贩子再害人了。为什么动手打人？你认识他？把身份证出示一下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抓住我了？问什么你就答。小心他！走走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，老大？啊！快走！别想走！我当初就该一了百了弄死你，你和那个贱人一样，天生就该死。来，不过现在也不晚，我现在就弄死你，省得你以后找麻烦。老大，有人来了，我们走，走走。齐秀婉，
小婉，你醒了。来，妈，你和许秀莲，你们真的是一伙的？我，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录音里面就是你的声音啊！许秀莲现在还在逍遥法外，我要是把真相告诉妈妈，她肯定会担心我。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。你说呀！你还问什么？他就是人贩子同伙，这事儿早就是板上钉钉了。真晦气，就是你这种人，简直是脏了我的手。从职业上讲，我必须救你，但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，我巴不得你从这个世界上立刻消失。我去拿药。周大哥，许秀莲已经现身，现在没有任何事比抓住她更重要。10年前那场围剿，不过是端了人贩子的一个分布据点。这次我要以身入局，亲手把许秀莲这个罪魁祸首抓回来，让她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代价。齐小婉这个祸害，处处和老大作对，今天就把他揪回去，让老大处置。谁？例行检查。我没见过你这个医生。我是新来的。你是？许秀莲和他手下那群亡命之徒绝不会善罢甘休放过我。与其我主动出击打草惊蛇，不如坐等他们来抓我。走，看什么看？磨磨蹭蹭的。大哥，别乱看了，进去吧，进去。根哥，你回来了。先前那批小的都拉走了，现在就剩下这几个娘们儿，再把她算上，正好凑齐一窝。好，老大最近在黑市刚谈了一笔生意，等回头把这几个娘们儿的心肝脾肾全挖出来，等咱们干完这一票，就能好好潇洒一下了啊！10年了，许秀莲不仅没有收手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居然还干起了买卖器官的血腥勾当。这样的恶魔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看什么看？再看，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还有你们，齐小婉，要不是你，老大就差点栽进局子里了。等回头，老子第一个把你开膛破肚！走，兄弟们，去喝酒啊！喝酒，喝酒！你也是被拐来的吗？
我们也是。一开始的时候说要把我们卖去给别人做媳妇生孩子，现在又说要把我们的器官拿去卖掉。我不想死，我也不想死，我想回家。别怕，你们不会死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我叫齐小婉，我保证一定会带你们回家。这个，今晚就你了啊！过来，过来！不要！操！闭嘴！反正你也要死了，死之前让老子好好的爽一爽。闭嘴！这才对。等你死的时候，哥给你痛快的啊！妈的！刚哥，刚哥，你没事吧？给我弄死他！弄死他！快！给老子弄死他！还敢跑？还有你们几个，给我弄死他们！快！快！弄死他们！老师！你个贱人！你个贱人！你个贱人！让你跑！让你跑！叔叔，滚开！不管你是谁！青青姐姐，青青姐姐，青青姐姐，你快走！小婉，没事了。青青姐，让你护着。齐小婉，你这个贱货，还多管闲事是吧？啊，拿那把老铁来！刚哥，热乎的啊，贱人，看到没有？今天老子就成全你，让你尝一尝这皮开肉绽的滋味。高哥，老大回来了，让你赶紧过去。等会儿再来收拾你。哼，还有你们几个，都给我关进去。小婉姐姐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哎，走，快走！老大，大哥，妈的，真是晦气！最近条子盯得越来越紧，把我们好几个据点都给端了。要是再这么下去，我看都得喝西北风了。妈的，都怪那个齐小婉，要不是他在那瞎折腾，闹出那么大动静，那些条子怎么会顺着他的线索插到咱们头上？齐小婉，真是该死！现在许秀莲回来了，他们所有人都在那儿，我们刚好趁此机会跑出去。你们看，我偷来了钥匙，走。走，快走，走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跑！老大，用不用我把齐小婉给抓过来？不用了，那个贱人现在就在这儿呢。什么意思？老大，
我特意跑了趟医院，把他给您掳回来了。这会儿正关在笼子里，你要是想看他，我马上……你个蠢货！老大，齐小婉这个贱蹄子，心机深沉，怎么可能轻易会被你抓回来？这不对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！你他妈的，你被他给耍了！当年林远清那个贱人，就是用这下三滥的手段算计我。齐小婉，你想故技重施，走他的老路，那我就让你有来无回，死无葬身之地！哼！快，全部跟我走！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往门口跑！别管，什么都别管，快走！齐小婉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啊，怎么不跑了？贱人，你果然有问题！你们丧心病狂，拐卖人口，贩卖器官，你们都该死！死到临头了，还嘴硬啊？齐小婉，新仇旧账，今天老子要一并跟你算清楚。去，把这几个臭丫头给我抓回来！滚过来！过来！操！小婉姐姐，贱人，给我弄死他！弄死他！妈的，敢在我们地盘撒野，活腻了！凭你也想带这帮小娘们逃跑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真晦气啊！直接拖山里喂狗算了，别脏了这个地儿。齐小婉，毕竟相识一场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跪下来求我，我就给你留个全尸。不是你就弄死我，弄不死我，我就把你们一个个都抓回去！妈的！你果然和那个贱人一样的不知自我，一样的让人作呕。10年前，就是你和那个贱人里应外合，毁了我的一切。今天你落在我的手里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和那个贱人欠我的债，我今天要一笔一笔的全部讨回来。你做梦！你找死！你真不愧是那个贱人带出来的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嘴硬。不过不要紧，我现在就送你下去，让你跟他在地下团聚。我不准你侮辱他！侮辱？我就是侮辱他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会亲自把你抓回去。林苑清是个蠢货，你比他还蠢。想抓我？好啊，来，老子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抓我！齐小婉，我怕你真是忘了这个伤疤是怎么来的。小贱蹄子，竟敢背叛我！你以为帮林苑清做事，他就会记得你吗？他就是个薄情寡义的人，永远不会记得别人对他的付出，不会有人来救你。你去死吧！10年前，有那个贱人护着你，才留着你的贱命到今天。10年后，我倒要看一看，他们谁还管你的死活。不过，我倒是不介意今天把你的手筋一根一根的给你再挑断一次。我要让你尝尝比10年前更钻心刺骨的滋味儿。
你笑什么？我笑，死到临头的是你。10年前他能杀你1回，我今天就能杀你第2回。给我往死了打，一直打到他的骨头软为止。求求你放过小婉姐姐吧，我们都听你，你不要伤害小婉姐姐。我不逃了，再也不逃了。看看这场景是多么的熟悉啊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记得10年前林苑清那个贱人被我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，你就跟他们现在一样，也是这么跪着求我的。你他娘的死娘们儿！老子说最近躲哪里，条子搁哪里。原来是你在通风报信。我求你了，滚！求你了，滚一边去！你不配提他的名字，我会把你抓回去，让你血债血偿。嘴还挺硬的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想抓我呀？可笑！既然你那么拥护那个贱人，今天就成全你。我要让把林苑清尝过的那些滋味，一个不落的全尝个遍。怎么，怕了？闭嘴！林苑清那个贱人被那群男人拖进仓库，轮番羞辱的时候，你不就是在门口听着的吗？你闭嘴！啊！有本事你们就弄死我！小娘子嘴还挺硬，老子喜欢。老子还没玩过你这号的。今天给兄弟们也尝尝。走啊！不过他倒是硬气，咬着牙一声没吭。你不是跟他一样骨头很硬吗？待会儿啊，别哭着喊着，求我放过你啊！啊！兄弟，这臭娘们儿就赏给你了。好啊，尽情享用。你不是挺横的吗？啊，你横呀！你找死！你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，我要替青青姐姐报仇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也配替他出头？苑清就是个活该下地狱的贱人，你也一样。好啊，我现在就送你下去。就是个活该下地狱的贱人，你也一样。我现在就送你下去。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是，看你还怎么硬气！你个贱骨头，你也敢救他？想死啊！别争吵了，留点力气留着哭吧。就这怂样也敢挑衅我们老大？哼！等会儿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！还跟他废什么话呀？直接上呀！跟他废什么话呀？直接上呀！妈的，这娘们带着战功摄像头！干他娘的，快跑啊！都给我回来！废！
快走！小婉姐姐，小婉姐姐，别管我，走！小婉姐姐，快走！小婉姐姐，别管我。他石头下面压着定位器，跑！孩子们，快跑！快跑！谁跑第一名，姐姐就给谁糖果吃。青青姐姐，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，我送他们回家。小婉，快带着弟弟妹妹们跑啊！快！走啊！不管后面发生什么事，永远不要回头！跑啊！齐小婉，你他妈敢算计我！你该死！你和林月晴那个贱人全部该死！你真以为就凭这样就可以扳倒我？你做梦！10年前你们弄不死我，今天一样。许秀莲，你罪行累累，你逃不掉的。况且，替你顶罪那个人已经死了。你闭嘴！闭嘴！你必须为你的罪行付出代价。我让你闭嘴！你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会化成厉鬼。我就看着你，看着你下地狱的那一天。你找死！老子他妈要杀了你！他妈要杀了你！我。小婉，你放开我！我说了，我要把你亲手抓回去。你个贱人！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老师，周大哥，我希望你再帮我一次，最后一次，请你相信我。小婉，小婉10年前的虐童拐卖案真凶许秀莲本已葬身法网，却又死而复生，重现人间。而亲手将他逮捕的，正是当年的受害者齐小婉。滔天罪恶的背后，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隐情？今天，许秀莲案将迎来终审判决。现在，请跟随本台记者直击庭审现场，见证这场迟来10年的正义审判。这大老爷们是许秀莲，开什么玩笑？许秀莲怎么变成男的了？这不是齐小婉那天揍的人吗？难道他真的是许秀莲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是许秀莲，肯定是抓错了，指不定是那个女人想故意反驳同情，故意整他的样子。肃静，原告方先针对本案质疑提交证据，当场质证。这份鉴定报告就是铁证。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位改头换面、变形易容的人，就是10年前虐童案的真凶许秀莲。不光如此，经过警方长期的调查，许秀莲不光身负着虐童贩卖一案，这10年以来，他从未停止过犯罪，组织团伙跨国贩卖人口、贩卖人体器官。该死的人贩子，竟然敢贩卖器官，他就应该被千刀万剐！畜生，为了苟活竟然整容变性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
他是许秀莲，那10年前替他坐牢的人是谁？那死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是芊芊姐姐。她叫林苑青，是一名记者。更直白点说，她是许秀莲的双胞胎姐姐。秀莲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来这里不仅是为了救这群孩子，也是来救你。30年前，林苑青和许秀莲一同被拐的，现在一个成了为民除恶的记者，一个成了无恶不作的人贩子。当年被拐的事情，林苑青一直耿耿于怀，他觉得亏欠许秀莲，所以他甘愿以身犯险，卧底潜入组织，妄想劝你收手。行了，你少给他脸上贴金了。什么亏欠，什么为民除恶，我看他林苑青根本就是自私寡义、冷血无情的畜生。他为你做了这么多，难道你心里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吗？愧疚？我为什么要愧疚？都是他该做的。当年要不是我把逃生的机会给了他，他怎么能跑出去？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跟着就带着条子断了我的后路。你说他不是畜生是什么？对呀，就是他自己就是个丧尽天良的畜生，还有脸倒打一耙？就是，他连畜生都不如，他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鬼。因为许秀莲和林苑青是双胞胎，两个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，而林苑青是知名记者，所以人贩子团伙得以日益壮大。每次有什么突发意外，许秀莲都顺势伪装成林苑青的样子，迷惑警方。他借着林苑青的名义，堂而皇之地拐走了一个又一个孩子。现在林苑青死了，他没有办法再冒充了，所以换了一副皮囊，继续作恶。而这是造成林苑青心怀愧疚，最后为许秀莲坐牢的重大原因。凭什么？就是凭什么林苑青替着许秀莲坐牢？这东西，这许秀莲坏事做尽，死了活该。有什么好愧疚的？就因为他们双胞胎姐妹，林苑青心软了。就算感情深厚，也不能这样一去误事啊！10年前，我也这么问。好了，青青姐姐，你明明杀了坏人，大家都该替你高兴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坏人？这是我欠他的，他是因为我才走上犯罪的道路，也是因为冒充我才会犯下这么多罪行。小婉啊，小婉，他是个罪不可恕的人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青青姐姐，你才不是，你是好人。从今天起，世上再无林苑青，以后就是许秀莲。小婉，10日后出庭，你要在所有人面前指认我。小婉，林苑青说，他这是在赎罪，是为许秀莲，也是为他自己。这么说，你10年前就知道那件事情？那当年的举证词是林苑青教我的。我教你说举证词，我说一遍，你跟我重复一遍。我举证，以嫌疑人许秀莲为主的犯罪团伙涉嫌拐卖儿童135起。我举证，以嫌疑人许秀莲为主的犯罪团伙涉嫌拐卖儿童135起。青青姐姐，要说的这么详细吗？只有说的越可怕，才能拯救更多的孩子。虐待致死儿童36名，虐残儿童数量高达99名。虐待致死儿童数量36名，致残儿童数量高达99名。作案手段分别有喂哑药、断手、刺瞎。作案手段分别有
喂哑药、断手、自杀。林记者，好人，他是大好人啊！是啊，为了赎罪，把自己搭进去了，他怎么这么傻呀？你刚刚不是说10年前林苑清杀了许秀莲，他不是好端端的站在这儿吗？当年许秀莲的确身中数刀，而林苑清以为这个魔鬼早就断了气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没有死透，反而藏在暗处，继续作恶。好久不见，我的好姐姐。你是秀莲，你没有死。就凭你也想弄死我，真是可笑。姐姐，委屈你了，替我白白坐了10年大牢。但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这10年，我把组织做大了多少倍？那些人，那些器官，让我赚了多少钱？而你，就只能一辈子困在这暗无天日的监狱里。这是报应，是报应。他就是个蠢货。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还能全身而退？你知不知道，从林苑清认出你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有了计划。什么意思？从他认出你的时候，从你沾沾自喜、吐露自己的滔天罪行的时候，从你拿那些无辜的人挑衅他的时候，他脑子里面就已经有了计划。他想着怎么把你这个恶魔重新抓回去。青青姐姐，许秀莲没有死，她回来了。小婉，她换了张脸，我们根本无从追查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办场葬礼，引她出来。葬礼？我的葬礼，许秀莲的葬礼。林苑清是你的亲姐姐，世界上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你，所以真正愚蠢的人其实是你自己。我了解许秀莲，如果我死了，对她而言，就意味着这个人彻底从世界上除名，而他所有的隐患也会尽数消失。他一定不会错过这出好戏，一定会亲自来见证。你要做的就是在我死后为许秀莲办一场葬礼。不要，青青姐姐，我不要你死。10年前让我把你送进监狱，我照做了。可是这一次，我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。小婉，你一直做得很好，但是这一次不一样。如果不能抓住许秀莲，她会继续作恶，会有更多孩子、更多的家庭会在她的手里。曾震惊全市的虐童拐卖真凶许秀莲，伏法入狱10年，已于3日前在狱中自缢身亡。这年头怪事多，竟然还有原告给被告办葬礼的。而这场葬礼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局，是林苑清用他自己的性命，将你这魔鬼重新抓回了人间。小婉，
妈妈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，这么多年你都是一个人承担。妈妈对不起你呀！谢谢林记者为我们付出的一切，妈妈支持你。以后只要想去墓园看看，妈妈都会陪你。小婉，我竟然有这么多事不知道，如果我能早点知道，你就不用受那么多伤。周大哥，这不怪你。卧底行动是秘密进行的，青青姐姐的身份没有几个人知道。我们经过核实，当年确实有这项秘密任务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全体起立。被告人许秀莲以残忍手段践踏法律与人性，罪大恶极，现宣判被告人许秀莲死刑。好，说得好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们抓错人了，我不是许秀莲。你顶着许秀莲的名字赎罪，现在我还你林苑清的名字，让你清清白白的离开。英雄不朽，送林苑清记者下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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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青青姐姐，你听到了吗？小婉姐姐不哭，青青姐姐是去天上捉迷藏了。等我找到她，她会回来的。青青姐姐就是藏在星星旁边，她等着我呢。青青姐姐，愿你年年无忧，岁岁安生。